我们今天呢，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有关知识。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部分呢，叫做摄影画面的构成元素。一般来讲，我们把构成画面的元素呢，分成5个部分。这5个部分呢，分别叫做主体、陪体、前景、背景，还有空白。那么所谓的主体呢，一般是指画面当中我们拍摄的主要的被摄对象。也就是说，您在拍一个画面的时候，您主要拍的是谁？谁对画面主题的表现最重要，谁就是画面的主体对象。那么陪体呢，是指画面当中的次要对象，也就是说，在画面当中陪衬渲染主体，并且和主体构成特定情节的这个次要对象。谁和主体联系最紧密，谁就是次要对象。那么第3个构成的元素呢，叫做前景。前景是指在画面当中位于主体之前，距离镜头最近的这种景物，叫做前景景物。第4个构成的这样的部分呢，叫做背景。背景是指在画面当中位于主体之后的，在背景环境当中起到陪衬和渲染作用的这样的景物，就属于背景景物。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我们称它叫做空白。空白的地方呢，不一定都是纯黑或者是纯白，凡是在一个画面当中缺乏实体意义的部分，我们都把它看作是空白的部分。我们大体上把它分成这样5个部分。我们下边结合例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么大家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呢，拍摄的是一个越南的一个做香的这样一个人，他在这个劳动的这样的场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里边，主要的被摄对象就是这个做香的这个人，这就是画面的主体对象。那么他正在整理这一束一束的这样的这个香，那么这个香呢，就是画面的陪体对象。那么画面的前景就是这一排一排的已经捆扎好了的堆在这个地方的前景景物，就这些香就是画面的很好的前景的景物。那么背景就是旁边也是扎好的，但是它是一束一束的像这样垂直的放置，像花儿一样的这个香烛，这是它的背景的这样的景物。那么在它的周围还有一定的空余的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可以被看作画面的空白的部分。那么这张画面大家可以看到拍的还是很漂亮把一个普通的劳动场景拍得很漂亮整个画面的色彩也很好也很好的反映了越南人他们这种燃香敬佛敬神这种活动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种重要的这样的意义。在这张画面里面，大家可以看这张画面的标题呢叫做《第一缕阳光》，拍的是台北的中正纪念堂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前景景物包括骑自行车的人、空中飞翔的这样的鸽子，还有这样前面一个像牌楼一样的拱门的这样一个建筑物。那么主体对象呢，就是后面的中正纪念堂，就是中间这个拱门透过去，我们可以看到的那个尖顶的那个建筑，这是它的主体对象。那么背景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天空当然天空当中我们背后还可以看到有一定的云霞的成分在。天空上面有大面积的空白的区域，属于画面的空白的部分。当然有同学说这个画面里面没有陪体对象，是的那么我们刚才讲的这几种构图的元素呢，不一定在所有的画面里边大家都一定这5个都具备有的可能会缺某一项会缺某一项，这个也很正常。那么我们再看这样的画面，这张画面呢拍的也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拍摄的角度拍了这样一个骆驼的这样一支队伍。那么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说呢，这个人以及3只骆驼共同构成了画面的主体对象。
那么背后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满天的这样的暖暖的这样的光线，这样的云霞，成为画面的很好的背景的环境。在这样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说呢，就没有特别明确的前景景物，没有特别明确的前景景物。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这个大多数的天空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空白的部分所以这样的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主体，有背景有空白，但是它没有特别明确的这样的陪体或者说前景的景物。整个画面我们看上去拍摄的还是很有视觉的冲击力，很有效果。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的是摄影画面构成的主要的元素分别是5个方面。第一个是主体，这是我们拍摄的主要的被摄对象。第二个呢是陪体，就是在画面当中，如果主体有行为有动作，和主体联系最紧密的次要对象就是陪体对象。第三个呢叫做前景在画面当中位于主体之前，距离镜头最近的景物就是前景。第四个是背景背景指的是位于主体后面起到陪衬和渲染作用的环境中的景物就是背景。那么第5一点呢就是空白。空白呢在画面当中不一定非得是纯黑和纯白只要是没有实体意义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把它看成是空白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讲到这里。